一直以来，中国接力队都是来自百米非常强劲的选手来组合接力的。比如之前的男子接力队是由莫有雪、谢震业、苏炳添和张培萌等人组成的，而如今的国内女子接力队是由田径四金花、梁晓静、孔令薇、钱颖丽、葛曼棋等4人组成的。梁晓静和葛曼棋都是属于新人，他们以后会达到新的高度。但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4乘100米接力决赛中，中国女队派出了陶宇佳、孔令薇、林慧君和韦永丽4人。陶宇佳和林慧君都是老运动员了，在韦永丽巅峰的时候也是跑100米的一个好手。这是他们辅导千里的整体状态不好，所以呢，他们的整个代表队压力也很大。他们的第1棒是东安娜，第2棒是木村文，第3棒是青木前野，第4棒是福岛千里。中国队被分在了第6道，卫冕冠军泰国队在第5道，日本队则处在第4道。好，而在本届比赛当中，林慧君的200米的弯道跑技术也展示非常高的水平。最后一棒是今年的女子亚洲新飞人韦永丽，来看看这个团队项目。发令枪响后，中国队的出发反应并不是很快，但第一陶宇佳凭借着超强的弯道启动加速能力，迅速冲到最前面。哈萨克斯坦与日本队紧随其后。第2棒交接时，陶宇佳和孔令薇配合得非常默契。孔令薇接棒后继续保持优势，孔令薇顺利交棒后，林慧君跑出继续冲在最前面，而且优势越来越大。和自己队友的交接，中国队还是处于领先，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。在韦永丽接棒的时候，不要犯规，稳住劲。韦永丽接过棒之后，迅速跑进了直道，仍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。有韦永丽这个100米冠军压阵，中国队一路领先。最后第一个冲过终点，没有丝毫悬念，压第2名10米的距离。83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。中国的4位女将在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出色，她们整个交接棒非常的连贯。4个选手在整个训练当中，把他们平常一起生活、一起训练所展示的这个默契，完美的体现了出来。最终，中国队以42秒83的佳绩夺冠，并打破该项目亚运会纪录。哈萨克斯坦以43秒90夺得亚军，日本队跑出44秒05排名第3，泰国队以44秒39获得第4。金牌，哈萨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2，日本队呢是获得了第3，在比赛场也起到了这种震撼的效果。祝贺中国女将！中国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。首先，每个队员的能力和状态都表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。其次呢，就是交接棒非常的连贯。到最后一棒呢，交接的时候，林慧君和韦永丽稍微有一些慢，因为林慧君领先的太多了，韦永丽呢有点着急。就是最后一棒稍微有点惊险，但1、2、3棒的衔接应该说是几近完美，没有任何瑕疵。中国队在这棒的交接的时候，启动的时候，韦永丽已经领先其他代表队有个10米的距离。韦永丽是100米的冠军啊，领先其他代表队10米。100米的女飞人冲过终点。就好比如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100米决赛中，中国女子第1人韦永丽遇上了日本第1人福岛千里。细说起来，他们2个曾交手多次，基本上韦永丽都是以绝对的实力击败了这位日本女飞人福岛千里。福岛千里比韦永丽成名更早，名气更大。早在2010年韦永丽出道之际，福岛千里就斩获广州亚运会100米和200米双冠，100米创造11秒21个人最佳。福岛千里身怀双冠王的头衔。韦永丽在第5道，福岛千里在第7道。而在这场比赛中，还有另一位中国选手，那就是位于第9道的袁琪琪。但是他的100米最好成绩是11秒55。韦永丽和福岛千里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呢？比赛开始，韦永丽起跑反应不是很快，但福岛千里起跑却很强势，第一个冲了出去。韦永丽在30米之后，凭借超强的途中加速能力超越了福岛千里。最后，韦永丽、福岛千里和哈萨克斯坦的萨弗罗诺娃3人几乎排成条直线，用肉眼看几乎分辨不出。
最终通过机器分辨得出韦永丽以11秒48率先冲线，福岛千里以11秒49获得亚军，萨弗罗诺娃以11秒50获得季军。前3名胜负在毫秒之间，非常明显。韦永丽以0.01秒的优势绝杀了日本福岛千里，成功夺得亚运冠军。当然，这也不是她的100米最好成绩。韦永丽100米最好成绩是在2018年瑞士大奖赛女子100米决赛上，韦永丽跑出了10秒99的成绩，刷新了职业生涯个人最好纪录，使其成为女子短跑历史上第101位进入11秒大关的选手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再会。她被誉为女版苏炳添，在赛场上她有着如今女子最快的速度，她的笑容可以瞬间融化你。她就是田径4金花之一的梁小静。在2021年4月24日，中国田径邀请赛召前站女子100米决赛中，主场作战的梁小静遇上了短跑强项袁琪琪、孔令威、廖梦雪等，这几位都是梁小静以前接力的队友，实力肯定是不会很差的。作为启动爆发型选手，梁小静凭借起跑优势迅速拉开廖梦雪一大截，而孔令威和袁琪琪也被梁小静甩在了后面。半程过后，廖梦雪见难以缩小差距，战略放弃后程的冲刺，放缓速度，慢跑过终点。梁小静以较大优势拿下冠军。湖北李贺以11秒65夺得亚军。湖南名将黄慧芬以11秒67收获季军。18岁广东新星马慧欣以11秒71夺得第4，安徽李玉婷以11秒81夺得第5，江苏一姐袁琪琪以11秒90获第6，黑龙江名将孔令威以11秒97拿到第7。梁小静此次跑出的11秒42，但是比起梁小静个人100米最好成绩还是差了好多。梁小静之所以被称为女版苏炳添，除了跟苏炳添一样能跑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，那就是梁小静的起跑爆发跟苏炳添一模一样。梁小静起跑很强，看起来就是强劲有力，但是其缺点也是一样的，后程加速跟不上，常常会在比赛后程失去争夺奖牌的机会。就像在2018年英国伯明翰室内田径世锦赛女子60米预赛第3组，梁小静在第3组虎榜亮相，与获得过上届世锦赛60米亚军的荷兰飞人施佩尔斯同组 PK。发定奖奖之后，梁小静表现非常不错，出发反应时间是0.167秒，从始至终都没有松下来，保持全力冲刺姿态。前20米一度与施佩尔斯齐头并进，最终跑出7秒24，以小组第3直接进入半决赛。施佩尔斯跑出7秒19获得小组第1。梁小静在前20米就并列在第1了，但是由于后程加速没有大长腿选手那么有优势，所以导致后程加速有些乏力。但无论如何，梁小静能够以1米56的身材让荷兰飞人施佩尔斯刮目相看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为咱们的女飞侠点赞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个视频再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田径时光社。她常常担任中国女子接力的最后一棒，在100米的项目中，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04，也是继韦永丽之后较为突出的优秀的年轻选手。她在100米的领域中综合素质要比梁小静的好，就像是在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，葛曼棋起跑加速一气呵成。位于第3道的是江苏的蔡燕婷，第4道的是福建的葛曼棋。葛曼棋是近些年100米非常强劲的一位选手，启动加速都不会慢，也是这场比赛中最有希望夺冠的选手之一。第5道是广东的朱翠妍，第6道是黑龙江的孔令威。马赛当中100米、200米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，这是预赛排名也是排名第1的国家队选手，来自黑龙江的孔令威，他的预赛状态表现的是最出色的。第7道是湖南的廖梦雪，虽然外表看起来像是男生，但是实际上是个女生，而且她的实力也是很强的。第8道是广东的梁小静，梁小静身高虽小，但是爆发力惊人，与葛曼棋、孔令威、韦永丽等担任中国女子接力主队。梁小静笑起来也是很养眼。第9道的是江苏的周彦斌，去调整，
第9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这是今天晚间的第2项金牌的角逐。刚刚的女子100米栏是四川的吴艳妮获得了冠军。这几个运动员之间呢，应该是太熟悉了，因为他们常年在一起训练。这是中国国家接力队的几大主力：葛曼棋、梁晓静还有孔令威。从预赛来看呢，就是梁晓静的启动状态还是不错，保持了她固有的风格，灵动快速。但是她的体能状况和后程保持速度能力，看看能不能今天挑战一下葛曼棋。比赛开始，8位选手启动都差不多。葛曼棋最先加速，领跑其他选手孔令威、廖梦雪紧追不放。葛曼棋再次加速，拉开其他选手1个身位，最终葛曼棋第一个冲过线，跑出了11秒35。湖南的廖梦雪以11秒53的成绩获得本场比赛的第2名，孔令威跑出了11秒56，获得第3，梁晓静则是获得了第4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再会。葛曼棋在今天的成绩也是5步吧，对，然后跑到了45，所以咱们说晚上他的正常状态就是在30左右，所以果不其然，决赛就跑到了11秒34。就是运动员的这种稳定的状态，你是可以就是预判出他下一枪到决赛当中100%发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挥效果。对，我作为一个教练员来说，是运动员心里很有数。我作为教练员也感觉很有数。对，这个运动员只要是正常发挥，不出现那种天大的那种意外，没错，基本上就是成绩就会表现出来。对，就是这种表现呢，它是可预判的。对，比如预赛的时候，可以跟教练说，我大概80%、45左右或者50以内。对。然后决赛呢，我正常状态，教练也说那就是30左右。对，就是吧？就是说都是可预判的。这就说明呢，葛曼棋的训练很系统，他的竞技状态跟比赛当中的发挥率是可以预判的。我看他的这个起跑前面这个带着加速这块跑的是非常顺利的。是。我想起孙爱民指导当时在刘翔的时候也是，就是正常比赛的时候，第一枪、第二枪13秒50，第2枪13秒30以内，然后到了决赛那就是正常最全力以赴的冲，对，包括现在到小将宗建航也是。